咖啡杯测的秘密。19世纪末，咖啡豆商开始根据咖啡豆子的大小、产地与样本误差来判断咖啡豆的品质。当一位名叫 Clarence Beckford 的旧金山咖啡商人开发出一种尝试一杯咖啡的系统方法时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沃尔的咖啡频道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咖啡杯测的故事。不喜欢听历史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跳到杯测的流程与评分部分。首先，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890年代之前，当时的咖啡豆质量检查完全靠目测，直接根据咖啡生豆的大小、颜色来判断，价格也是直接用这些条件来决定。很多咖啡商人们开始发现这种目测法并不实用，用其来判断咖啡风味好坏似乎关联不大。于是同一时期，很多咖啡商人开始创新新的检测手法，并付出实践。其中，在旧金山的 Rodolfo Hackford 咖啡馆里， Clarence Beckford 提出了杯测法，并将这一技术量化。虽然还不够严谨，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现代杯测法的雏形。他提出将一定量的咖啡豆磨碎后放入杯中，倒入沸水，4到5分钟后，用大勺子品尝咖啡杯中咖啡的味道。这看似简单的过程，却引发了咖啡行业的一场革命。通过实践，人们发现有些因为体积小而被认为是质量较差的咖啡豆，比如危地马拉高地的咖啡，体积小的豆子反而比体积大的豆子味道会更好。Beckford 因为发现了中美洲的优质咖啡豆，在咖啡行业更是得到了广泛认可。1908年 Clarence Beckford 把咖啡店命名为 C.E. Beckford & Co., 继续杯测的推广与实践。1909年 Beckford 去世，而杯测发展的巨大推动者 B.D. Ballard 此时正26岁。Ballard 1883年出生在新奥尔良，大约在 Beckford 开始探索杯测的时候， Ballard 和他的家人们搬到了旧金山。21岁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竞技自行车手，并且在西兰茶公司工作。随后 Ballard 前往杂货批发商 Wellman Pick & Co. 工作，此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咖啡业务，而他的主要工作其实是一位司机。但尽管如此，这份工作为他成为咖啡行业的重要人物奠定了基础。1913年，他在美国金融和商业公司的进出口商工作，职责已经变成了前往咖啡种植国出差，监督进口咖啡生豆的质量。7年后，经验丰富的 Ballard 被选为成立2年的旧金山生豆协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。1921年，国家出口贸易名录将他列为美国金融商业公司的助理经理。1922年 Ballard 购买了贝恩亚历山大的控股权，正式转向烘焙行业，并将公司更名为亚历山大巴拉特。通过10几年的工作经验，他发现 Beckford 的咖啡杯测法中可能会存在很多人的猜测与个人臆想，依然会对咖啡豆的进出口以及销售带来很大的影响。1932年 Ballard 开始对如何消除咖啡杯测中的猜想产生了强烈的兴趣，并建立了实验室。Ballard 和 Beckford 都是咖啡盲测的倡导者，他们认为，如果杯测者知道自己在品尝什么咖啡，他们就不可能抛开偏见，会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评判咖啡。随后 Ballard 在实验中发现了2件事会对杯测的准确性产生很大的影响：重量和研磨度。他指出，秤一定要精确到 0.01 克，而磨豆机要将同一种咖啡豆研磨后的颗粒大小差异保持在 10% 以内。于是咖啡行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断对杯测系统进行完善，但是除了贸易商和咖啡烘豆商之外，没有其他人进行杯测。直到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精品咖啡运动，消费者愿意为更高品质的咖啡支付更高的费用时，杯测的技术才开始得到普及。关于精品咖啡运动的故事，我们以后也会找时间单独讲解一下。时间来到1985年，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的创始人兼主席 Heather Lingo 撰写了一本名为 The Coffee Cupper's Handbook 的书，书中解释了咖啡背后的科学和化学原理，以及咖啡品尝中使用的技术。这是第一本杯测系统化培训书籍，这无疑引发了咖啡感官分析的第2次重大革命。他强调了咖啡品尝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练习和学习的技术，但必须要系统和严谨。这本书我们有时间也单独聊一下吧。Heather Lingo 在整合咖啡感官科学领域的项目中，引入了包含约150个咖啡风味术语，这也是世界咖啡研究组织在2015年出版的 Coffee Sensory Lexicon 前身。关于风味轮的故事，有时间我们肯定也会再聊一下的。到了20年代初期，杯测已成为咖啡贸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提供了与供应链合作伙伴沟通的宝贵机会。在此期间，杯测被纳入 CSCE 咖啡分级要求中。同一时间 George Hall 发明了一种新的咖啡感官评分系统，该系统开始用于名为卓越杯的咖啡比赛，这是精品咖啡行业的著名竞赛，旨在寻找优质的咖啡，并通过世界各地的拍卖为农民带来经济价值。
讲了这么多杯测的由来，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杯测的过程吧。根据精品咖啡协会的官方说法，给出了以下数据：研磨度70%到75%的研磨物通过20目筛子，也就是孔径为0.85毫米的筛子，水温为94摄氏度，水粉比例为1:18，也就是8.25克的咖啡粉加入150毫升的水，水质为 TDS 75到250 ppm。首先把称好的咖啡豆研磨后放入杯测碗中，进行第一个环节闻干香，确认了干香后进行第二步注水，注水的那一刻便开始计时，需要浸泡4分钟，等待的期间可以闻咖啡的湿香。第三步破渣，浸泡4分钟后，用杯测勺在杯测碗的表面轻推3下，把浮在表面的咖啡渣变成金黄色的泡沫，这个时候咖啡也会释放香气，可以把鼻子凑过去继续闻香。第四步捞渣，破渣和捞渣是连续进行的，用2个杯测勺把浮在表面的泡沫渣子捞走。注意的是，每次捞完后的勺子都要过一下清水，然后用纸巾吸干水分，再进行下次的捞渣动作，避免咖啡受到污染。最后一步品鉴，捞渣完毕后等待1分钟就可以品鉴了。采用啜吸的方法，用杯测勺舀起咖啡液，观察咖啡液的颜色，闻咖啡湿香，吮吸后让咖啡液雾化，再用鼻腔后侧去感受它的风味。同样，每次舀过的勺子也需要清洗和吸干水分。温度为71摄氏度时，进行高温啜吸评分；温度在38摄氏度时，进行中温啜吸评分；温度降至21摄氏度时，再进行低温啜吸评分。依现行 SCA 规定，杯测分数总分80分以上为精品，不满80分为商业咖啡，总分在60分或以下属于略差的商业豆或工业用豆，总分在70到74分之间属于一般商业豆，总分在75到79之间属于较优的商业豆，一般称其为高阶商业豆，总分在80到84分之间属于精品咖啡，总分在85分以上属于竞赛级，也是卓越杯的优胜咖啡，是目前国际咖啡界公认最高水平的种类。而前段时间较火的天价咖啡高达4000多一杯，据说总分超过95分。专业的杯测师需要进行系统的感官训练。那么我们如何在家里练习品鉴咖啡呢？在这里，娃娃提供一个小方法：一、购买2款差异较大的咖啡豆，比较式品评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。2、购买2个小号的法压壶，可以同时冲泡2小杯咖啡。3、按上述水粉比、水温、研磨度的要求，用法压壶制作2杯咖啡。4、让咖啡液稍稍冷却，冷却到38到21度之间。较高的温度下，普通人的味蕾比较迟钝，而较低的温度可以更容易察觉风味的变化。5、开始交互品尝这2种咖啡，每次至少啜吸2口，然后感受。先不要看包装袋上的风味描述，自己练习感受哪一种更加醇厚，有较多的风味，有干净的酸味，并记录下来。6、品鉴结束后，比较一下你记录的文字和咖啡包装袋上描述的风味有什么不同。通过这种比较式的自我训练，逐渐打开我们的咖啡感官。有条件的话，大家不妨都试一试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